马奇诺防线没有眼泪，真男人投降也不后退。它是让第三帝国不得不专门研制古斯塔夫列车炮来应对的终极防线，也曾是当时欧洲范围内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之一。这就是法国陆军耗资50亿法郎，用时12年打造的马奇诺防线。马奇诺防线的诞生源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重牺牲。一战期间，法国共损失约130万士兵，东北部国土更是因战火沦为废墟。为防止德国在战后再次从东北边境入侵，法国从1928年起沿东北边境启动了筑垒工程，最终建成一条长达390公里的筑垒集群。这条防线南起地中海沿岸的芒通，北至阿登森林北部的龙尾，北段直接与比利时国土接壤。每一段工事都经过精密测算与建造，目的是将德军可能的进攻路线彻底锁死在边境之外。防线内的5800个混凝土工事如同铁钉般牢牢嵌入大地，核心碉堡不仅墙体厚度达 3.5 米，可抵御2发420毫米旧炮的直接射击，内部更是构建了多层地下结构。地下一层为武器操作区，配备155毫米榴弹炮、反坦克炮与重机枪，炮位可通过机械装置灵活调整射击角度。地下2层是生活与补给区，除了地下弹药库、战地医院、士兵食堂，还设有通风系统与独立供水装置，甚至铺设了小型铁路与电话线路。士兵无需走出工事便能完成物资运输与通讯联络。法国军方曾骄傲地宣称，这样的配置能让守军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坚守数月，足以让任何来犯者望而却步。他们坚信这道无法突破的防线能将德军重新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堑壕战僵局。届时，英国为维护欧洲军事，必将出兵与法国共同抗德。面对这道固如金汤的防线，德国一方面对法国边境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也在苦心积虑地研究突破方案。为摧毁马奇诺防线的坚固工事，德国专门研发了古斯塔夫列车炮。这型火炮口径达800毫米，单枚炮弹重量超过7吨，最大射程约32公里，在当时堪称陆地巨炮的巅峰之作。光是运输它就需要20节火车车厢，组装更是要动用上千名士兵与数十台起重机。但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一切准备最终都因曼斯坦因计划的出现而彻底改变。曼斯坦因计划的提出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德国陆军总部制定的黄色方案仍延续以战前施里芬计划的思路，打算以比利时中部为主攻方向。而时任德军 A 集团军权参谋长的曼斯坦因却认为，这一方案早已被英法联军预判，难以达成突袭效果。他多次向上级提交修改方案，均被驳回，最终通过私人渠道将计划递交给希特勒，才在1940年初得到认可。该计划的核心特点是将德军主攻方向转移至被法军视为地形崎岖、不适合装甲部队通行的阿登森林地区，同时以部分兵力在荷兰、比利时发起佯攻，吸引英法联军主力北上，为主攻部队创造突破空间。法军此前对阿登森林的防御极为轻视，仅部署了少量二线部队，这些部队多由预备役士兵组成，装备以老式步枪与迫击炮为主，甚至没有配备反坦克武器。他们普遍认为，茂密的森林与狭窄的山路会让装甲部队寸步难行，完全没必要在此投入重兵，连日常的巡逻都只是象征性的。1940年5月10日凌晨，阿登高地的森林中传来坦克履带碾压植被的轰鸣。此时，马奇诺防线碉堡内的法军士兵仍在按日常流程擦拭155毫米榴弹炮，保养重机枪，有的还在地下食堂准备早餐。他们丝毫没有察觉，由古德里安指挥的德国第19装甲军正沿着比利时与法国边境的未设防区域快速推进。德军为适应阿登地形，特意将装甲师拆分为多个小型突击群，以轻型坦克在前开辟道路，步兵与工程兵紧随其后，用炸药清除路障，修复被破坏的桥梁。仅用3天便穿越了这片被法军视为天险的森林。当德军抵达马斯河沿岸时，法军在此的防御仅有2个步兵营。德军趁着夜色用橡皮艇强渡，后续部队迅速架设临时浮桥，让坦克顺利渡河。此时，英法联军主力仍在比利时境内与德军佯攻部队周旋。等他们意识到德军主攻方向时，已来不及回援。当德军装甲部队驶出阿登森林，面前随即展开一片一马平川的法国北部平原。法国境内已无天然屏障可阻挡德军推进，那座曾被视为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此刻却被德军远远甩在身后，成了一道失去防御意义的孤墙。防线内的法军士兵后来发现，自己不仅无法支援前线，反而陷入了德军的包围。德军在突破法国北部后，分兵向马奇诺防线的后方推进，切断了防线与法国本土的联系。1940年6月17日，马奇诺防线的守军在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选择投降。
此时距离德军发起进攻仅过去1个多月，这道曾被认定无法突破的铜墙铁壁，终究没能挡住德军的闪击战。它如同一块巨大的盾牌，成功抵御了来自正面的所有攻击，却没能防备德军装甲集群从侧翼发起的奇袭。二战结束后，马奇诺防线的部分工事并未被完全废弃，有的被改造成仓库、防空洞，还有的成为了历史博物馆，向后人展示着这段因战略误判而遗憾的历史。马奇诺防线不仅没能守护法国，反而沦为二战史上顾此失彼的典型案例，深刻印证了静态防御难以应对机动战术的军事真理，也让后世各国在国防建设中明白，再坚固的防线，若脱离了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判断，终究只是一堆冰冷的混凝土。